看，这次的正式发布会的嘉宾名单都在这儿了，你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？这次订婚发布会正式召开以后啊，您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有我们韩家做后盾了。没什么要补充了。不过袁冰，这次发布会呢，我不希望重点是在个人订婚上，而在于我们两家是如何强强联合的。我知道，所以订婚就是最好的证明啊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不希望这次酒店的商业合作变成一场个人色彩的订婚仪式。强强联合也好，订婚也好，都不是我们的个人行为。而且，我也不想要媒体混淆视听，弄错了重点，忽略了我们真正的目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论如何，我都支持你。哎，吃饭吧。哎呀呀呀！别使劲啊！这手套就一个，我不习惯。那个一个手套就是防止你右手使劲的啊！再来，记住了啊，不要用力啊，不要抬头看球啊，往前一点啊，胸挺起来，哎，好，两个眼盯着球，哎，不许使劲啊，能不动。哎，好多了吧？再来，不着急啊，记住我告诉你的口诀啊，绝不用力，死不抬头。好。哎，好多了啊！再来一个。喘口气儿，哎呀，喘口气儿，歇会儿啊，越着急越打不好。这夏雨行他回去没有跟你说工作安排吗？哦，说了。不过孙总，您让我们这么升职，这马总不愿意吧？你就只管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回 J2。那肯定愿意啊，毕竟这么多年了。不过宋总，升职的话，我能不能升管家部经理啊？嘿嘿，第一呢，我在客房部干的时间很长了，哎，又熟悉。这第二呢，谢谢。这别的酒店，这客房部跟管家部都是分开的啊。就咱们酒店，朱总一个人做主。明白了，行，只要你有想法就好，有目标就好。哎，谢谢宋总。我太感谢您了，不然我这房租你就没法先交了。他还是很幽默啊。从今往后啊，你记住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什么都可以。我这个人啊，比较俗气，升官、发财什么的就可以了。真是挺逗的，这孩子啊。不过我是希望你啊，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是盯着眼前区的这样。啊，我这个人想的比较简单，很容易就知足，饿不死就行了。知足就好。来，再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再来一下。那个经监搜的人员说了啊，让我升那个管家部经理，还让倩倩顶我原来那位置。哎，你说我要不要直接问他要点股份呢？正好你们家那马总不是缺这玩意儿吗？我一次性给他解决了。我可提醒你啊，宋天明可是商场的老狐狸了，你这么急功近利，早晚穿帮。有道理。可是这戏还不能演过了，你别忘了。你在宋天明那儿的身份是假的。哎呀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走一步看一步。还有，记得关键话，当年我是5岁左右的，在热带雨林的山坡。哎，行了，你们一天说我800遍呢，你烦不烦？
哎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。谁？郭宇。跟郭宇有什么相干的？你记不记得当时郭宇的那个账本，还有那个第三方公司，记得吗？你的意思是那个第三方公司跟宋天明有关，可能是他的。可郭宇不是已经失踪了吗？这件事情一定跟宋天明有关系。只要是人做的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我先想办法顺藤摸瓜。不是啊，哥，你管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？马可已经跟韩元斌订婚了，你做这么多，你就是为他准备嫁妆，知道吗？杨丽，我说真的，这场婚礼没那么简单。坐吧。喝什么酒啊？酒我就不喝了，一会儿我还有事儿。我喝百岁山就可以了。怎么，白天喝酒啊？想喝就喝点呗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以前你我可爱，我们那么好，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哪需要什么理由？现在你约我，我约你，还要想一下彼此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。想想，真的是挺可悲的。难得你陆真是这样子啊，现在还真挺像个演员的。让我来猜一下啊，你这一上来就抒情怀旧的，应该是问订婚的事儿吧？韩元斌，没错，我是个演员，但我更是你和马可爱的好朋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我能感觉到，可爱她并不快乐。那天你们宣布婚讯，很明显，可爱她很意外。现在她骑虎难下，你说你爸爸，韩叔叔，他这样的做法，你到底知不知情？我和可爱一样意外，那天我还为此跟我爸争执过。但是我想明白了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次订婚能够帮可爱度过危机。只有我，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可爱。终于说出实话了。即使你之前不知情，不知道你爸爸的做法，但其实你内心一直有一个魔鬼，希望这件事情顺理成章，对吗？所以，即使你知道马可爱心里喜欢的是夏雨行，你也一定要把他的人先抢到手。至于他会不会伤心，你根本就不在乎，对吗？夏雨行对可爱就是爱，难道我对可爱的爱就不是爱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袁斌，是一个男人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去争取。堂堂正正的去争取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次订婚我到底为了谁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啊？他夏雨行想堂堂正正的去争取，让你当说客过来劝我退出。不是他叫我来的，我是因为我还有事儿，我要先走了。你要明白，我是真心的爱可爱的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，并且我没有你心中想象中那么不堪。而夏雨行在宋天明那边，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。夏雨行啊，夏雨行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你怎么能去宋天明那边呢？让我有嘴都难帮你说理。
夏雨晴，我不管你这次搬的什么救兵，找谁来帮的忙，也不管你这次回来到底出于什么目的，这都改变不了你是失败者的事实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次我不仅仅跟可爱订婚，而且一定会完婚的。我会证明给你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 loser。这毕竟，爱情是需要有能力的。现在只有我能救这样，也只有我能救可爱。韩总，你想多了。我这次回来，只是为了我自己。至于马总，感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，毕竟感情都是虚无的，只有利益才能永久。邵总，宋总的意思，我有些不明白。关于杨丽和孙倩，开除的话确实有些过于严厉了。但是就他们的行为而言，不开除反而给他们升职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做对于我们的酒店管理来说，不是一件好事。马总，孙倩和杨丽对于酒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据我所知，之前他们也为酒店出了不少力，甚至他们也完成了很多他们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。所以，我希望马总可以念些旧情。马总，孙倩和杨丽以前也算是您的左右手。这其他的我不知道。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：无论酒店未来怎样，只要他们专心为你做事，你都会重用他们。现在这样渡过危难，也是最大限度地证明了他们的价值。他们许你帮助，你许他们未来，并且鼓舞他们说，这是共同的承诺。之前的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是马总，我们做生意的要讲诚信。既然您之前许诺了人家，咱们也不能言而无信，对吧？好啊，既然你们二位都这么说了，那这件事情就按宋总的意思办。好，那我就给宋总回话吧。他们许你帮助，你许他们未来，并且鼓舞他们说，这是共同的承诺。夏雨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是故意要去宋天明身边的吗？可为什么宋天明能答应你呢？你用什么条件交换的？如果让宋天明、赵清风知道你别有用心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可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，就没办法再置身事外了。我必须要做点什么，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奋战的。夏雨晴，你是不是也这样想？不想让我一个人面对，所以即使我把你赶出去，你还是执意要回来呢？
哎，我说你们俩都升了职，怎么还吊儿郎当的？杨丽，你能不能帮我点忙？啊？哥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说马总为什么同意我跟森俊回来？啊，还有那个，你跟马总这闹剧，什么情况？说说。先把你的八卦心收一下，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？哦，不说了，你说。你下一步就是要和宋天明培养一下感情，试探一下，他除了 JR， 其他的商业机密，听得懂吗？哦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咋咋呼呼的，杨丽？你说马总订婚，他是不是障眼法？为了稳住韩家，哎，这事儿真跟你说中了。杨丽，你给我认真一点。你就不能有点轻重缓急？哎，我知道我轻重缓急了啊。哎，哥，我明白，不就盯紧宋天明吗？两件事啊，一个是试探他，一个是培养感情。算你聪明。哎，那必须呀。哎，不过哥，你说你跟马总这一不通气，这怎么配合？万一他没有领悟到，全是你自己歪歪怎么办？也是，夏哥，你可以找马总聊一聊，反正你现在在酒店工作，找马总聊的话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。孙茜，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，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，去帮我找个人。找人？找谁啊？许晨。许晨已经被开除了，还找他干什么？他回来什么都不用干，只要没事儿，就去找马总叙旧就可以了。叙旧。哎，按照你的意思啊，这发布会的通稿主要突出了强强联合，还有酒店之后的规划。关于订婚的事情，只是一笔带过。好，我没什么意见了，就按这样做执行吧。可爱，你放心吧，只要咱们两个订婚了，股东自然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到时候我把我的股份当做聘礼送给你，这样宋天明就不足为惧了。不用了，袁斌，我说过我不需要你的股份，我要的只是你们韩家不会站在宋天明那一边。我当然要站在你这边了。我是 JR 的股东，我自然是以 JR 的利益为先，这样以后咱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了。不过袁斌，你我心里应该都清楚，这场订婚只是形势所逼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个君子协定。君子协定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订婚以后，在人前就跟普通情侣一样，私下里我们依然是朋友。可爱，你到底还是不想留给我一点机会？好，我明白。我既然决定帮你了，就一定帮你到底。我答应你，等到危机度过了，等到你回收到宋总的股权，我就会宣布分手的。你下一步就是要和宋天明培养一下感情，试探一下他除了这样，其他的商业机密，听得懂吗？哎，波哥，你说你跟马总这一不通气，这怎么配合？万一他没有领悟到，全是你自己歪歪怎么办？也是，夏哥，你可以找马总聊一聊，反正你现在在酒店工作，找老板聊的话，别人也不会怀疑你什么。夏行，你回来果然就是为了破坏我可爱的吧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怎么，找可爱啊？我跟可爱刚刚谈论了订婚发布会的事情，这次发布会应该是 JR 近期最大的一次发布会了。我一定会告诉全世界我和可爱的感情的。怎么样，夏雨晴？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吧？
你应该终于知道我当初的滋味有多痛苦了吧？韩元彬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尊重可爱的选择，并且我也相信他。尊重？你利用可爱不成，现在又不念旧情的站在宋天明那一边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不行，夏雨晴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你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绝不能因小失大。你不要忘了你这次回来的目的。宋总让我来拿一份资料，说是已经跟你打过招呼了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那份资料我会亲自给他送过去的。谢谢。走吧，云明。好。宋总，许晨怎么又回来了？他回来跟马可爱叙叙旧不正常。以前马可爱没少帮他，但是他早不回晚不回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呢？哪个时候啊？夏雨晴刚回酒店，他就出现了。您不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吗？那天我亲眼看见夏雨晴跟韩元彬在办公室门口吵架，马总出来调和，结果夏雨晴却说是因为您让他找马总拿资料。我没让他拿过什么资料。我就觉得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你想，夏雨晴跟马可爱之前可是公开的恋人关系，就算他们因为韩元彬闹分手，因为孙茜和杨丽闹掰了，那也没有必要反咬一口吧？我不相信他会反水。只要一个人能够为你所用，不必要太在意他的处处。我现在倒挺佩服他的，自己爱的人都要嫁给别人了，他竟然可以镇定自若，这算是一种本事。宋总，您可别被他骗了，那个小子心里的花花肠子可多得很。我是怕您的一世英名让他给毁了。我说的是他城府深，你听不出我的意思。我说你们酒店的高管每天都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酒店的经营能好得了啊？闲着就去干正事。这个杨丽，我总是感觉什么地方有问题。你去安排一下吧，给他做个 DNA。好。另外，今天晚上我约了杨丽和孙茜一起吃饭，通知夏雨晴让她作陪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来，一直就想请你们吃饭，忙啊，没抽出时间。宋总，您贵人多事，这种小事不用挂在心上。嘿，就是啊，宋总，您忙您的。我觉得啊，您能让我们到 JR 再次工作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杨丽，哎，我听说你是被养父养大的。是的，这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对不起啊，我多问两句，你就没有去想过要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吗？
这个有什么好想的？我觉得我小时候说不定是被我爸我妈给抛弃的呢。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不要自己孩子的爹妈的？更何况你这么出色。哎呦，宋总啊，我这得感谢您对我的赏识跟提拔。我觉得我没遇到您之前啊，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么优秀呢。来，我敬您一杯，来，亲点跟上。好，感谢一下。你们哥俩的交情好像不浅呐。那必须啊，从小玩到大，在家门口，经历过很多事情了，所以说玩的特别好。哎，对了，宋总，你有没有孩子？我都没听您提过。有一个，我曾经有个独子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很小的时候，5岁，被人绑架了。啊？后来就下落不明。我找了他快20年了。绑架？那后来怎么样了？他是被人连累的。本来那帮人是想绑架别人家的孩子，可是我儿子他从小仗义，他看见了就喊人帮忙，结果一起被绑了。那现在2个孩子怎么样了？找到了吗？找到一个，可我那无辜的儿子却下落不明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可是我隐隐觉得他还活着。是。杨丽，哎，你对你亲生父母就一点印象也没有吗？这宋总啊，实不相瞒，我这个是一点记不得了，想都想不起来。我想起来的事儿啊，已经是被我养父收养以后的事儿了。那你被抱养的时候大概几岁？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大概5、6岁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去趟厕所。快去看一下。那个宋总，我去看看他，估计啊这酒啊太好了，上头。来，宋总，我们喝。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他刚才唱的是哪出戏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现在应该是在怀疑你。啊？那我没穿灯吗？没有。不过哥，说真的，虽然我这个假儿子说是在帮你，但我还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。万一他是你的亲生爸爸怎么办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我脑子很乱，走一步看一步。杨丽，谢谢。哎，你又跟我客气了。宝哥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挺你啊。谢谢。夏哥，哎，宋总呢？他刚刚说有事先走了。走了？那怎么办？先回去吧。陆真真把我电话打爆了，操！哎，那个，我还得加班。没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再回去。谢谢。拜拜。刚刚就顾着喝酒了，也不吃菜，我这还饿着呢。
你说他大晚上回酒店干嘛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去看看。要不要我一起？不用。老哥，我来跟你汇报个情况啊。你那个宝贝女儿马可爱，六亲不认了，啊，她竟然把韩德昌当好人，不认他这个宋叔叔。你说韩德昌是什么东西？他哪是对手？是吧？他们也不想一想，我怎么会不给自己留后手呢？对吧？当初啊，你就三番五次地告诉我，解决任何问题一定要准备若干套方案，是你教我的。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如果没有你啊，我老婆不会死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儿子就不会丢。到今天，已经整整20个年头了。我恨你，可是我真的不忍心把这一笔笔的账都算在你那宝贝女儿身上。怎么了你？啊？你不会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？别吓唬我！我这躺着你还不老实，老不正经。你要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没事，宋总在给马总汇报工作呢，还不赶紧去看一下？啊，好，麻烦让一让。病人需要手术，马上通知马总。好的。这有我的，你先走吧。医生，我爸到底怎么样？窦市长刚刚脱离危险，你不用太担心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他现在只是睡着了，来看看吧。可爱，如果你知道我真的可能是宋天明的儿子，肯定会失望至极吧？可爱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终于找到你了。听说伯父的病发作了。是的，不过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……你别多想，我就是去找你，然后看到那儿兵荒马乱的。伯父真的不会醒过来了吗？他一个人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哎，你怎么没在楼上陪他呀？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你了。
大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还有些事，我先走了，你帮我陪陪他。哎，你别走呀你！他现在需要你，并不是我。想不到这个马东山又起死回生了。您说，是因为夏雨晴给您打掩护，才骗过了马可爱？有时候男人的怒火是难以想象的。可是，他那天在马总门口说的话，我总觉得……我也想找机会问他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他那是在表忠心。我当然照单全收了。我倒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，也正好出现在那个地方。是啊，按说他如果跟踪您，也没有必要出来帮您。如果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，故意跟踪我呢？那个时候恰巧出现在那儿。反正我不相信那个小子。不说他了，胡家安那边怎么样？他和郭宇有没有联系过呀？应该是没有。反正得盯紧点。郭宇也没有动静。没有。没有最好。好。宋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因为我替您掩护的事情，在那个场合啊，我这身份太敏感，确实不适宜露面。你帮我解了围，我应该感谢你。我是您的特助，这是应该的。我就是不明白啊，为什么那天晚上吃完饭，你也正好回了酒店，而且正好也出现在顶层病房。因为陆大小姐也住在我们酒店顶层。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她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叫我过去。你也知道她的脾气性格，我可不敢不去。恰好在那个时候遇见了你。别怪我啊，别怪我这么问你。没关系，宋总为人谨慎，不知宋总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我还真要有个事儿要问你。有一天你去找马总，说是我让你去找他拿资料，怎么回事？看来宋总眼线挺多的。那天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撒了谎。那也是因为遇见了韩元彬，我跟他斗了几句嘴，而且我这个人脸皮比较薄，也不愿意特意说是去看他。可是马总好像没有当面揭穿你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未婚夫又在面前，他总不好说我什么，对吧？一提起这韩元彬呢，我就为这个丫头可惜。可惜什么？也许你不知道啊，其实啊，韩德昌手里所有的股票，他都已经卖给了我。这场联姻说白了，就是韩家想借此来套出马可爱手里剩余的股票。一旦真结了婚，那马可爱就没有别的选择，韩家的势力他也指望不上。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看到这两家联姻。宋总，您为什么执意要对付马可爱？难道就因为在马东山病床上，
和那些恩怨有关。你听到我当时说的话了？听到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对付马可爱了？我都是为他好。你想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能不上我那个老哥们面前去念叨念叨？这叫什么联谊？喂，欢迎各位贵宾来到马可爱小姐和韩元斌先生的订婚仪式，希望你们能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哎，姐，都摆好了。好。马总要来了，门口等一下。好。马总好。往那边挪一挪。哎，对，好。可爱，真想好了吗？要是发布会开始了，大家可就都知道了。想好了。谢谢夏哥。再排一下啊！关掉。来了。想好了吧？天空突然落下这脆弱的雪花，飘在我心上，和我一起融化。狼狈不堪的人，在孤独的分岔口挣扎，很快到终点了，能让你停下吗？该怎么说才靠近我？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。也许我们是乘客，需要慢慢去懂得。爱像一班长途列车，危险时候互相拉扯。